喜马拉雅山附近的居民有一个传说，天黑之前必须下山。问他们为什么，老人只说一句话：夜里会有东西下山找吃的。这条规矩传了几百年，没有人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违反这条规矩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1951年，英国登山家埃里克·希普顿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上拍下了一串巨大脚印，照片发回伦敦，《泰晤士报》头版刊发，全球震惊。但真正让科学界睡不着觉的，不是这张照片，而是同一时期，尼泊尔、不丹、西藏3个从未深度往来过的族群，在各自语言里对同一种生物的描述一个字都不差：直立行走，全身长毛，攻击性极强，气味刺鼻，传说它有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能力。那这种描述是怎么同步的？2019年，印度陆军在喜马拉雅山拍到一串脚印，长达80厘米，随即发了一条推文：我们发现了雪怪。这条推文让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探险家同时沸腾了。但更让人细思极恐的不是脚印本身，而是这个问题：人类寻找雪怪已经超过2300年了，到现在我们到底找到了什么？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试图征服喜马拉雅山区，途中不断听到当地人描述一种雪中野人，身形巨大，直立行走，无人能敌。亚历山大派出士兵去找，什么都没有找到。这是人类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关于雪怪的最早一次追寻记录。此后的2300年里，无数登山家、探险家、科学家前赴后继地踏入那片冰雪世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带回过它存在的决定性证据。但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奇怪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这么认真地寻找一个东西，最后什么都没找到，你会得出2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要么它根本不存在，要么它实在太擅长藏了。2011年 BBC 派出一支调查队前往尼泊尔一座古老寺庙，那里供奉着一根据说是雪怪的手指，已经存放了整整60年。僧侣们说，这根手指是1959年一名美国探险家带来的，科学家提取 DNA， 全程屏息等待结果。答案来了，这是一根普通人类的手指，只是在零下50度的环境里冻存了半个世纪，组织已经严重变形。这个结果像一桶冰水浇灭了无数人的幻想，但反转才刚刚开始。尼泊尔某修道院里被僧侣代代供奉的雪怪圣爪，经 DNA 检测后显示，那是一只亚洲黑熊的爪子，被当作神圣遗物供奉了不知多少年，无人质疑，无人检测。2017年，夏洛特·林奎斯特教授把全球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所有疑似雪怪的样本全部要了过来，骨头、牙齿、皮肤、毛发、粪便共9份，用当时最先进的线粒体 DNA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逐一分析。结果9份样本里8份是熊，亚洲黑熊、西藏棕熊、喜马拉雅棕熊，还有1份是狗。但这项研究意外揭示了一个更重磅的发现：青藏高原的棕熊与喜马拉雅山西部的棕熊，早在大约65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就因为冰川扩张而被彻底隔绝。此后各自独立进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基因谱系。65万年是现代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的3倍还多。这些熊在喜马拉雅山里静静进化了65万年，而我们连它们现存的种群数量至今都没有完整统计过。一种已知动物尚且能在那片冰雪里隐藏如此之深，那还有什么是我们敢斩钉截铁说绝对不存在的？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那些脚印是怎么来的？动物学家提出了一个解释：熊在穿越深雪或观察远处危险时，会选择完全用后腿直立行走，且可以连续走相当长的距离。更关键的是，熊的前掌踩下去，后掌踩在同一个位置，2个印子叠合在一起，加上雪融后变形，看起来就是一个宽大的离谱的像人又不像人的巨型脚印。你想象这个画面：喜马拉雅山黄昏，暴风雪，白茫茫一片，一个毛发蓬乱、高大、直立行走的棕色身影缓缓穿过你的视线。如果你是独自进山，从没接受过动物学训练的山区牧民，你会把它认成什么？那些目击者描述的红色眼睛是喜马拉雅棕熊在夜间眼睛反射微光的自然现象。在极度恐惧与暴风雪的双重加持下，人类的大脑会自动把这种视觉刺激放大成某种邪恶生命的眼神。
当年把熊爪当圣物供奉在修道院里的僧侣并不愚蠢，他们只是遇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在没有科学工具的情况下，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了那个未知。这是人类面对未知时最本能的反应，也是最古老的诚实。而今天我们有 DNA 测序，有卫星遥感，有精密仪器，但在那片山面前，我们和几百年前的他们站的位置其实没有那么不同。雪怪也许从来都不是一个怪物的故事，它是人类每一次站在认知边界前，那种又恐惧又着迷又忍不住想往前走一步的冲动的故事。真正的科学不是用答案终结好奇心，而是用一个答案换来10个更好的问题。雪怪存不存在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你站在一片茫茫雪原前，心里还会升起那一丝敬畏与好奇。每个时代的人类都需要一片自己抵达不了的地方，需要一个住在那里的未知生命来提醒自己，你还没有把这个世界看透。